嗨，大家早安！今天呢，我想要来把我一些库存的油呢拿来做肥皂。好，那么我当然是用最新的这个 Artisan 的斑棒来做。好，那么先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库存的油有哪些。这些是我刚才翻出来的我的库存的油，应该是说我就是为了一些目的买的油，然后他们都过期了，我又舍不得丢。好，那么这个就是很久的米油，因为米油就容易会速梯，你看摆这么久了，2年呢，天哪，应该要丢掉才对。那另外这是初榨荷荷巴油，好，然后这个是摩洛哥坚果油，好，这些都过期很久了。那另外这个玉米胚芽油呢，还没有过期，好，但是因为玉米油比较容易氧化，就是它比较容易起油斑，所以我平常也比较少用。好，那么这个呢是苦楝油哦，上次有做发皂，没有用很多，所以它还有好多。好，那么这几种油其实呢都是我还蛮爱的。苦楝油它的泡泡的质地非常细致哦，然后玉米胚芽油也是，它的泡泡质地清爽细致又多。那么米油呢也是，其实大家都很爱，好，但是因为它容易速梯，所以就很少放在配方里。好，然后摩洛哥坚果油我超爱，而且它很贵，不知道为什么摆了这么久，大概是我忘记了。好，那荷荷巴油我也超爱，但是因为它就是属于植物蜡嘛，所以它加多了也没什么泡泡。然后呢，但是而且会感觉这个肥皂流失速度很快，但是它洗感也非常棒。好，那今天大概就是我要用这些难用、不好皂化，而且有一点过期的油，但是它们又是我很爱的油哦，就是你越爱油越难做，摆越久。好，那另外当然就是搭配一些椰子油，还有这个乳油木果脂这样子可以做到肥皂有一定的硬度跟一点清洁力在里面。希望不要出什么意外哦，就是会不会一倒下去马上就浓梯。那今天呢，因为要做的这个油比较特别，就是有一部分油是速梯油，然后过期油。那有一部分的油呢，像是比较难皂化的油哦，所以我为了避免为了减少操作上可能遇到的一些恐怖事件哦，所以我就先把我的油就分成了2份哦。那这边呢是这个苦楝油、米糠油还有荷荷巴油。那苦楝跟米糠就比较快皂化嘛，然后加一点，把荷荷巴油放在里面呢，就是稍微让它做一点稀释。那这个我会之后再放。那前面呢，我就是椰子油乳木，然后玉米油，还有这个摩洛哥坚果油其实摩洛哥坚果油它也是已经过期了，我希望它不要出什么大问题哦。那今天呢，就来看看依君它会不会大失败。好，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我是用柠檬香茅，因为它味道比较香。那苦楝油大家都知道，就它味道很臭嘛，有个不好闻的味道，不能说很臭。那我也不知道加什么香味可以盖过去，所以就用味道最香的柠檬香茅咯，不能用太多，会刺激皮肤。好，那我就来先排气泡。好，这支排气泡的方法有跟大家讲，是从侧边然后慢慢让这个洞好埋进去，通常也不是最后，所以你还是要稍微敲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些小气泡跑出来。好，感觉也没什么小气泡了。好，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声音。
好，这应该算是低沉的声音了啊。好的，那么现在就是来打造吧。好，那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因为我这次的油就是比较可能会温度就是会速度比较快，所以我都刻意把温度降低一点。这是27，那么这是30。好，那减水大概是31。好。不是超低温，我不喜欢超低温哦，我怕它出问题。好，所以呢，就这样子来倒下去吧。它的可能很快浓稠哦，这也是一个操作上的困难。好，那我们先搅散一下，开一下电打哈。OK， 怎么样？大家觉得这个速度是还不赖，稍微快一点，但是还可掌控，暂时不提速哦，就低速打。好，在没有目前哦，感觉上有一点点开始要浓稠起来了。比如说像这个很浓的，一下去的话，最好就不要连续，不是很浓啊，就是很容易造化速度很快，就不要连续按，就短按一下就可以了。那我当然有预期，等一下可能会很快就可以打完了，因为它后面的油可能就会让造化速度太快。但是我们也是要特别注意搅拌均匀的这一部分哦，因为有的时候搅拌的不均匀，像遇到一些比较难造化的脂肪酸，比如说玉米油里面可能有一些亚麻酸，还有或者是亚油酸比较多，那么反而很容易就后续会有油斑的产生。好，那么现在其实它还没有 trace， 我觉得是没有，就是还有一点轻乳化的状态。好，那但是呢，我决定呢，来把这第2杯的就慢慢的把它放进去。好，因为呢，我不希望说等下如果比较浓稠的时候再加。也许因为我不知道它会有什么状况嘛，好，也许呢它浓得很快，我就控制不了，好，所以我先加个1/3好了。OK， 好，那我拆机了，好，拆机手搅。看来是还不错哈。那我就可以来，这个主要就是你如果后加的话哦，你为了要控制它的速度，你可以就是它的浓稠度，你不希望造成搅拌不均，所以我们把它往后放就是把它晚一点放。但是你的目的还是要搅拌均匀，对不对？能够搅拌均匀。好，那我再放1/3。大家看，是不是可以入模了？所以这时候呢，就赶快把这些倒进去。哇，你看超浓了。好像苦炼油它就有这个状态，就是它刚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还很好控制嘛，没有很浓，但是它后面就速度就会加速的很快。好，所以呢，我真的是有一点点来不及咯。然后呢，我忘了把模子放旁边，然后赶快去拿一下哦。好，就快要无法入模了。好，那我们赶快把它，哇，超浓稠。看来我的手脚还是太慢了。
好，用点力吧。总之就是后面就变得非常浓稠，所以呢，就是我在到第3部分的时间可能要再早一点哦。好，然后呢，稍微搅拌均匀之后，就手脚要非常的快，才有办法它是流动性的状态才能入模。OK， 所以我昨天那个配方真的是后面的米糠再加上苦炼，而且那米糠也已经过期了哦，的确就是加速造化的那个速度超级快。那我们就看看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空洞这样。好 ，OK， 那么我就有简单的，就是还是有给它做一下保温哦。好，那表面也没办法做什么造型，就拿叉子大概画一画。好 ，OK， 看起来是颇有空洞。好，但是它造化的很好啦，所以脱模应该是非常简单。哇，你看都不用再特别去压它哦。好，然后从外面看，你看就是没办法有很好的入模。好，那么从这底部看，感觉到中间有一些果冻。OK， 那我们来把它切开来吧。那只搅拌棒确实也很好用哦。哇塞，居然是绿色的，真的太有趣了。我之前也是有做苦炼，但是它里面切开来并不是绿色的哦。哇，太有趣了。好，那你看这个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很好入模，产生了很多的孔洞哦。然后还有就是一条一条，也是因为它已经造化开始进行了，但是所以它就是会叠上去哦，所以它就是不是很均匀的意思哦。好，那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这也是自己用而已，然后也是给自己一个有趣的经验。对啊，怎么那么有趣？居然是绿色的。好，因为我知道，如果是月桂浆果油的话，它会是绿色的。那在我的印象中，苦炼油切开来并不是绿色的。我昨天还用了什么？摩洛哥坚果油也不会是绿色的，超级有趣。然后呢，米糠jojoba油，我也没有印象它会是绿色的，应该就是苦炼吧。其实如果大家不是非常 care 说，我们的手工皂一定要做的怎样很细致、很平滑的话，你这样子去看这一块肥皂，它也不会说，真的让你非常讨厌，它就是反而有一种手工的粗犷感。好，这就是端看你自己对手工皂你的要求是什么。OK， 好玩吧？它是什么味道呢？就是有一点苦炼油的那种大蒜味，然后呢有被我的柠檬香茅精油稍微盖过去哦，所以呢其实它整体来讲还是一个还蛮好闻的味道哦。那我想它的洗感应该很不错，所以我等到酿造一段时间之后，然后洗感怎么样再跟大家分享咯。好，有趣的一个做皂的经验。好，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